北約未來空戰打法曝光，俄軍防空或將成為北約玩物。談到第5代機 F-22與 F-35，始終是繞不開的話題。雖然這兩個家伙，一個是制空戰鬥機，專為爭奪空中優勢設計，負責奪取制空權以及擊落敵方戰機，並為其他機型開闢安全通道；另一個則是多用途聯合攻擊機，側重全面的打擊，強大的傳感器融合及情報共享能力，用途完全不同。但實戰中，到底 F-22更強還是 F-35更夯？軍事愛好者們卻總想爭出個勝負。然而，北約最近表示，我都要。根據報道，芬蘭空軍首批 F-35飞行員已全部进驻美國阿肯色州艾宾空軍国民兵基地接受訓練，隨後將與美軍 F-22部隊進行聯合作業。不對 ，F-35要與 F-22聯合作戰，北約是瘋了嗎？要知道，由于兩架戰機研發年代完全不同，直接導致他們的數據鏈系統彼此獨立，同時軟硬件架構上的代差讓二者根本無法實現協同。北約這波操作到底什麼來頭？今天我就將為大家撥開這層軍事迷霧，看看北約是如何定義未來空戰打法的圖景。在這種打法下，俄軍防空又將如何成為北約的玩具？想要理解北約的這波操作，我們必須先揭開一個隱藏了20年的軍事技術傷疤。F-22和 F-35雖然都是美軍的驕傲，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們竟然是無法溝通的。這聽起來像個笑話，但卻是殘酷的技術現實。F-22研發於冷戰末期的90年代。為了保證絕對的隱身，他使用了一套名為 IFDL 的專用數據鏈。結果，隱身雖然完美，但裝系統的 F-22像是得了自閉症，只能在 F-22機群內部交流，外人根本插不上嘴。而10年後問世的 F-35則使用了更先進、帶寬更大的 MADL 多功能先進數據鏈，這就導致了两架戰機在空中相遇時，就像是一個講着拉丁語的古代勇士遇到了一位講着現代英語的數字天才。他們彼此看不見對方的情報，聽不到對方的預警，只能在各自的領域孤軍奮戰。俄羅斯媒體曾無數次嘲諷這種空中巴別塔現象，認為這是北約體系中最大的漏洞。然而，在艾賓基地的這次合練中，這個困擾美軍數十年的技術鎖鏈被徹底砸碎了。根據報道，北約通過部署最新的翻譯機系統及空中網關，成功讓 IFDL 和 MADL 實現了毫秒級的互譯。無論是在高空盤旋的 U2 偵察機，還是在側翼掩護的 XQ-58A 中程僚機，都成了他們之間的同聲傳譯。當 F-35發現目標，它的數據會瞬間通過網關，轉化為 F-22能讀懂的語言。這一刻，北約的空中力量終於合成了一個整體，一個讓俄軍防空網徹底淪為擺設的終極獵殺矩陣。至此，我們也可以看到未來空戰將會是什麼樣的畫面。在北約的這套戰術中 ，F-35被定義為戰場的中心節點，它不需要衝在最前面揮刀，它的任務是看透一切。F-35裝備了人類史上最強大的多功能感測器陣列，包括 AN/APG-81 有源相控阵雷達。更恐怖的是它的 AN/AAQ-37分布式孔径系統。這套系統由分布在機身的6個紅外感測器組成，能實現360度無死角的態勢感知。F-35的飛行員戴上那頂價值40萬美元的頭盔，就能實現機身透明。他往下看，看到的是地面的坦克；往後看，看到的是追蹤導彈。在烏克蘭戰場上，如果部署了 F-35，俄羅斯引以為傲的 S-400防空陣地將無所遁形。F-35不需要開啟雷達，它只需要被動接收 S-400散發出的微弱電磁波和熱源，然後它會利用強大的機載超級電腦，將這些雜亂的信息整合為一張清晰的動態的3D 戰場地圖。這張圖會通過 MADL 資料鏈瞬間同步給所有盟友。當 F-35完成了情報的整合，真正的刺客 F-22就要動手了。F-22擁有全世界公認最強的超音速續航能力，它可以在不開啟加力、不增加熱輻射的情況下，以 1.5 馬赫的高速持續飛行。這種能力讓它在站位轉換上對俄軍飛機擁有壓倒性的優勢。在北約曝光的協同戰術中， F-22將充當那個處刑人。由於 F-22的隱身精度極高，其機身公差控制在微米級別，連一個多餘的凹陷都沒有，這讓它能神不知鬼不覺地摸到蘇武器的側後方。注意，此時 F-22是不開雷達的，它處於絕對的電磁靜默狀態，它所有的攻擊參數都是由遠處的 F-35實時餵過來的。F-22只需要打開彈艙，釋放導彈，然後迅速超巡脫離。那麼，如果北約這套空戰戰術加入俄烏戰場，將會對戰爭局勢有什麼影響？毫無疑問，對於俄羅斯飛行員來說，這就是噩夢，因為這種空戰是無法防禦的。在他們的雷達告警機尖叫之前，導彈已經以4倍音速飛到了眼前。
蘇57那些粗糙的蒙皮，在5馬赫的空戰機動中，甚至可能產生不穩定的顫震。這種 F-35提供視野 ，F-22提供火力的組合，徹底終結了俄式空戰的機動神話，神話當場變成笑話。我相信很多人會問，俄羅斯不是有號稱全球第一的 S-400防空系統嗎？實際上，在北約的這套全新打法面前， S-400正在變成一個昂貴的玩具。未來的空戰不僅是平台的較量，更是電磁頻譜的絞殺。F-35不僅是一架戰鬥機，它更是一架性能頂級的電子戰飛機。它能對 S-400的雷達進行極其精準的干擾，這種干擾不是簡單的覆蓋，而是欺騙。它能讓俄軍雷達屏幕上出現成千上萬個虛假的目標，讓防空系統陷入算法癱瘓。當俄軍指揮官忙着在假目標中分辨真假時， F-22已經攜帶小直徑炸彈完成了突防。這種炸彈能在60公里外發射，依靠衛星導航和激光制導專門打擊雷達天線。在北約的聯合演習中， S-400的生存時間通常不會超過10分鐘。一旦雷達站被毀，那些威力巨大的 S-400導彈就成了立在發射架上的大號二踢腳。這種體系化的壓制，讓俄羅斯引以為傲的一體化防空系統徹底淪為篩子。烏克蘭展示了用廉價無人機打敗坦克，而北約將展示用頂級算法打敗防空網。北約近年來的大棋局是建立一個跨國的第5代戰機機隊聯盟，英國、意大利、荷蘭、挪威、波蘭，再加上剛剛入盟的芬蘭，這些國家採購的 F-35總數將達到數百架，這在歐洲上空形成了一道密不透風的隱身鐵幕。這種戰術整合的深度已經跨越了國界。一架挪威的 F-35發現的目標，可以瞬間傳給波蘭的 F-16或者美軍的 F-22，這就是北約的作戰雲體系。所有的戰機都只是雲端的一個感測器。俄羅斯空天軍還在玩單打獨鬥的王牌飛行員模式，而北約已經在玩群體博弈。在這種群體優勢面前，俄空天軍的蘇57就算機動性再好，也無法對抗來自四面八方的協同攻擊。正如北約近日在愛賓基地的展示，就是為了告訴普京，你的每一架戰機從起飛那一刻起就已經被納入了北約的自動處理程序。這不再是戰爭，這是一場單向的空中清洗。對於正處於血戰中的烏克蘭來說，這套北約戰術的成熟無疑是最好的消息。雖然烏克蘭目前還無法直接操作 F-35，但北約的情報輸送已經讓烏軍受益匪淺。烏克蘭即將入役的 F-16雖然是4代機，但它們完全可以融入北約的數據鏈。這意味着烏克蘭飛行員將借用北約5代機的眼睛去執行超視距的遠程打擊。想象一下，俄羅斯的蘇35正試圖在邊境巡邏，他以為周圍很安全，然而在看不見的地方，一架北約隱身偵察機早已鎖定了他，並將坐標傳給了烏克蘭的 F-16。烏克蘭飛行員只需要在座艙裡按下按鈕，剩下的交給北約的導彈算法。這種代打戰術將讓俄羅斯空天軍徹底失去對烏克蘭天空的控制權。科技的進步不僅帶來了毀滅，更帶來了對侵略者的極致威慑。蘇57身上那些鬆動的鉚釘，不僅是俄羅斯軍工的恥辱，更是侵略戰爭失敗的預兆。總的來說，天空是廣闊的，但對於俄羅斯的戰機來說，它正變得越來越狹窄。北約的猛禽加閃電戰術，用滾滾的雷聲和無形的無線電波，正在終結一個時代的幻象。俄羅斯引以為傲的所謂第5代戰機，在嚴謹的物理規律和極致的工業標準面前現出了原形。這是一場芯片對鉚釘的戰爭，是一場算法對蠻力的戰爭。北約在阿肯色州的演練，不僅是為了保衛成員國，更是為了向全世界宣告，在這個世紀，正義的力量不僅是強大的，更是聰明的、隱身的、無所不在的。當最後一顆沒有擰平的螺絲釘在莫斯科的夜空墜落，屬於烏克蘭的和平終將到來。因為科技不僅是工具，它是懲惡揚善的最終力量。讓我們拭目以待，看這套劃時代的空戰組合如何徹底埋葬侵略者。好了，本期關於北約新戰術的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也支持烏克蘭，歡迎在評論區留言，我們一起加油，下期不見不散。